青梅竹马的老婆居然是间谍世界的家主，这个长得跟泽田纲吉似的少年可太牛逼了，当着妹控哥哥的面就把他妹给娶了，从此天天沦为大舅哥的玩具，一不小心就小命不保。在一场意外中，男主朝野太郎失去了所有家人，从此成为了无法跟别人交流的社恐。好在青梅竹马夜莺六美一直关心他，六美是他们学校的校花，却心甘情愿成为太阳的老妈，还亲手投喂自己做的便当。结果太阳还没来得及吃，那口饭就被他们老师给吃掉了。这个老师跟个变态一样的骚扰六美，骚扰完了还让太阳放学后去他办公室一趟，甚至准备好了茶点。老师跟没大没小哥俩好似的搂住太阳，然后给他展示了自己的珍藏，手机里照片满满当当，竟然全是六美。好家伙，原来真是个变态！太阳都想立刻报警了。等等，咱们还有5岁和3岁的照片。再一看照片上面那些纠缠六美的男生脸上全都被打了叉，其中还有据说昨天跟六美告白的3年级的田中，被老师郑重拜托不要再纠缠六美之后，对方就欣然答应了。太阳心中慌乱不已，很明显自己也被这个男人当成目标了，被人用刀尖抵着喉咙，太阳吓得动都动不了，却突然听见老师说六美是他的妹妹。就在这时，一个双马尾哥特萝莉出现，一句到此为止之后，办公室闪过了一道亮光，紧接着萝莉和太阳就一起消失不见。再次醒来后，太阳看到了六美和一群奇怪的人。事到如今，六美不得不坦诚了，原来这些人都是六美的兄弟姐妹。救了太阳的双马尾哥特萝莉是2姐，头上顶个锅盖的是3哥，妹妹头美少女是4姐，猫耳兜帽是5哥，最后这个大块头是年纪最小的7弟。除此之外还有看门狗歌利亚，而他们家是干间谍的。无法接受现实的太阳非觉得青梅在逗他玩，那么3哥手里这个枪肯定是假的吧？还不等3哥阻止就开出一枪，是真货呀！其他人都已经一副习惯了的样子，而且他们家在间谍网站的好评可是有4.8星呢。毕竟他们家大哥可是常年位居女性间谍票选最想被盯上的男性排行榜。太阳仔细一看，这可不就是那个变态老师吗？熊一郎不仅是他们家老大哥，还是最强的那个，其余6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过。这人对六美还有特殊的执念，因为在某次事件中，熊一郎差点害六美死掉，那缕白毛就是事故压力留下的痕迹。之后熊一郎就跟背后灵一样守在六美身边，赶走一切亲近六美的人，一直没对太阳动手是看在青梅竹马的份上。不过现在也不管用了，说话间大哥已经回来了，2姐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虽然基本没什么能打赢的概率，而想救下太阳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他跟六美结婚，入赘夜莺家，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毕竟夜莺家的规矩就是家庭内禁止杀人，每个夜莺家的人都有一枚双层戒指鹰之戒，将另一半交给伴侣时，结婚就成立了。太阳想都不敢想自己会跟六美结婚，忍不住升起一丝期待，脑海中却突然出现了家人们的遗像，忍不住低下了头。六美注意到后便主动表示自己是不会跟太阳结婚的，这对才刚失去家人的太阳来说太残忍了，事已至此只能跟大哥打了。话音刚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大哥就开口插话，一上来就把老3换的新陷阱全破坏了。2姐也是话不多，拽住大哥的领带就开始甩风火轮，其他兄弟姐妹各显身手。怪力小七抱出麒麟臂，一拳砸在大哥身上，却被区区几根丝线拦下。下一秒，老3和小七就被震飞。那些钢丝是大哥的专用武器，钢蜘蛛。2姐让六美带着太阳逃跑，然后自己冲了上去，躲开重重钢丝之后，眼看就要接近大哥了，却被对方突然收拢，捆在了天花板上。接下来轮到4姐出马，这位是个顶级黑客，一摁手机飞出来无数无人机。等等，这不是无人机，这是战斗机呀！对准大哥就疯狂开火。与此同时，老5带着2人来到了一个房间，让太阳躲在柜子里。六美笑着向他保证自己是不会消失的。没过多久，大哥就追上来了，房间里也只剩下六美和太阳。大哥让六美回到自己身边，结果六美走到半路突然摆出攻击姿势，大哥早有预料，随即就用钢丝把这个六美连同格利亚一起捆了起来。没错，这其实是擅长变装的老5变的。大哥都称赞他的变装技术连睫毛的数量都一样，真不错。真正的六美则是后边的太阳。事已至此，六美只能自己保护太阳了。大哥当然不想对最爱的妹妹反目成仇，当即举手投降，表示再也不会对太阳动手。不过作为交换，他再也不会让六美离开这个家了，他要给予六美绝对的安全。光是想想以后能和妹妹天天朝夕相处，大哥就激动到颤抖，将妹妹紧紧抱在了怀里。躲在柜子里的太阳再也无法视而不见，他看着在大哥怀里面露恐惧的六美，终于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主动向六美索要鹰之戒，因为六美答应过他不会消失不见的。六美眼泪汪汪的摘下一半戒指扔给太阳，太阳虽然立马跑去接，却还是被大哥更快一步，眼看就差那么一点了。万万没想到，太阳居然不顾疼痛，硬生生扯着钢丝拿到了那枚戒指。他知道六美一直在守护跌落泥潭无可救药的自己，所以这一次就由他来守护六美。太阳一把扯下钢丝，将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无名指，至此婚约成立，刚刚的仇敌瞬间变成了大舅哥。六美也迫不及待地扑到了太阳怀里，只有大哥手上的世界达成了。无法认清现实的大舅哥整个人都是
石化状态。太阳和大家告别后就回自己家睡觉了，结果一觉醒来看到了大舅哥，大舅哥一刀下去，差点把他妹妹的下半身幸福砍了，还美其名曰这是夜莺家特色猫铃靠。身为间谍，当然得时刻保持清醒。接下来则是夜莺家传统广播体操，被折磨了整整一早上，一直到六美做完便当进来才结束。突然大舅哥让小情侣准备逃脱，刚说完就公主抱着妹妹，同时用钢丝拖着太阳一起跳了下去，还没落地，太阳家就炸了。来不及解释，大舅哥只跟太阳说了夜莺家的使命，那就是守护夜莺六美。说完后就带着两人乘坐加长林肯离开了。这一场爆炸的目标是六美，因为六美和太阳结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间谍界，而六美是他们夜莺家的10代目。没错，其实夜莺家起源于江户时代的忍者家族，出了很多人才，但每一代都必定会有一位被称作当家的普通人出生。当家的不像其他家人那样具备超乎常人的能力，其子嗣却一定会被当作符合夜莺家实力的超人来培养，并且能完全继承有夜莺家才能的血脉，也就是所谓的才能隔代遗传。当家会被其他具有超常能力的家人们保护，这一代当家的就是六美，自然也成为了那些对夜莺家虎视眈眈间谍们的首要目标。六美总有一天以夜莺家之首的身份在地下社会亮相，现在正常上学是为了获得一些一般的社会知识，而这些就会让他暴露在憎恨夜莺、嫉妒夜莺以及想利用夜莺的人的一切恶意之中。话音刚落，后面就有2辆车开始进行机关枪轰炸，好在这辆车是防弹的，司机也是个老司机了。太阳定睛一看，开车的竟然是条狗，还被大舅哥嫌弃开得不够稳，茶都快洒出来了。后面2辆车穷追不舍，大舅哥开始不耐烦了，干脆直接跳上车顶，站在那里身形都不带晃的，就用钢丝将那辆车全毁了。这就是大舅哥想让太阳看到的，想和六美在一起，今后的每一天都要过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如果没有誓死保护六美的觉悟，乃至趁早离开吧。当然，如果他还愿意留下，那大舅哥也会教导他间谍的基础。第一个任务就是今天一整天从刺客手中守护六美。太阳毫不犹豫地接下任务，一到教室就跟神经病一样检查了每个可以藏东西的地方。因为在车上的时候，大舅哥就告诉他了，有个炸弹模特务打算今天动手。他在网上发的预告说是有3个炸弹，炸毁太阳家的是第1个，还剩下2个。偏偏大舅哥今天有很重要的任务，不能陪在六美身边，只能暂时寄希望于这个黄毛小子。而太阳一整天都紧张兮兮的。体育课上看了一眼炸弹模的 SNS， 发现对方说第2个炸弹已经装好了，可他压根没有头绪放在了哪里。这时他看到床边有个黑影走过，立刻追了上去，来到了保健室，正准备推门进去，就被保健医生叫住。太阳只好找借口离开，结果一转身，刚刚的保健医生就不见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六美听朋友们讲趣事，说今天有一个学长进洗手间时，就看到另一个自己从里面走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垃圾桶自己动起来之类的。太阳就在一旁默默听着，并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别人送给六美的东西，他从来不会立马就吃，总是跟别人一起行动，不让自己落单，全都做得滴水不漏，又不会让身边的人不舒服。这时好兄弟3人左右跑来搭讪，还送了太阳一枚巧克力。太阳下意识吃掉，却在回过神来后社恐大爆发，直接晕了过去。保健室没开，六美只好把他带到了办公室休息。太阳现在心里很愧疚，作为青梅竹马，自己竟然一直没发现六美过得这么辛苦，而且都已经这么辛苦了，还要陪伴失落且沮丧的他。喋喋不休的说着阴暗的话，气得六美一记手刀劈在他的额头，表示不是太阳选择了他，而是他想要太阳。那个太阳结婚，他真的非常非常幸福。然而还没等小两口沉静的幸福太久，仰面躺着的太阳就注意到了天花板上粘着的炸弹，倒计时2秒。下一秒，办公室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假扮成保健医生的五哥和小七趴在床边看热闹。这时四姐发来通讯，让他们赶紧去现场。虽然整个房间都被炸毁了，但太阳及时护着六美钻进了柜子里，两人都平安无事。可为什么那里会装着炸弹呢？明明是偶然来到这个房间的。突然太阳想起了什么，早上的炸弹是在他家厨房，刚刚的炸弹是在空闲办公室，为什么来这里？是因为保健室的门没开，所以是他们的行动被诱导了。想到这里，太阳立刻解开外套，果然他的衬衫上粘着第3个炸弹，大概是体育课的时候被安装的。从一开始，所有计划都在炸弹魔的掌控之中，故意放出预告后，让太阳寸步不离地守着六美。谁能想到他自己会变成杀死六美的炸弹呢？倒计时只剩下几秒，出口被堵住，但墙被炸毁了，所以太阳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万万没想到，千钧一发之际，居然是大舅哥救了他，同时用一根钢丝贯穿炸弹，让他停了下来。大舅哥难得称赞了太阳，并且告诉他，在这个连自己都需要怀疑的世界，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家人。所以虽然大舅哥真的很想杀了太阳，但却也会赌上性命不让他死掉，这都是为了六美。将太阳拉上去后，其他兄弟也来了，他们还带来了炸弹魔。就让敢伤害他的妹妹，大舅哥直接把那枚没爆炸的炸弹安装在炸弹魔身上，用钢丝捆着他送上天。太阳和他的老婆以及老婆的兄弟们看了一场烟花秀，而炸弹魔活着回去还不忘发说爆炸王好像要死了。六美直接就点了个赞。